近日，广东梅州19岁的女大学生李文静在洗澡时一氧化碳中毒，经多日救治，最终不幸离世。其父母在悲痛中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即捐赠李文静的器官，让李文静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下去。据悉，李文静捐赠的眼角膜、肝脏和肾脏，最终拯救了5个人的生命。器官移植通常是将健康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体内，使之迅速恢复功能的手术，目的是延续器官出现致命性疾病的患者的生命，通过更换健康器官，弥补器官接受者器官病变后丧失的功能。器官移植有多种形式，若器官提供者和器官接受者是同一个人，则这种移植称自体移植。提供者与接受者虽然不是同一个人，但提供者和接受者有着完全相同的遗传素质，即两者是同卵双胞胎的情况下，这种移植叫做同质移植。人与人之间的移植称为同种异体移植。不同种的动物间的移植，如果把人类相似的黑猩猩的心脏移植给人，这种属于异种移植。常用的移植器官有肾、心、肝、肺、胰腺与胰岛、甲状旁腺、骨髓、角膜等。广义的器官移植也包括细胞移植和组织移植，如造血干细胞、皮肤的移植。我们参与捐血，同样等同于参与了器官捐献。到现在为止，器官移植的手术难度和风险依然很高，患者也需要达到一定门槛，通过严格的随诊和全身检查评估，才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。在所有重要器官的移植中，肾移植的手术门槛和移植难度相对要低一些，手术开展也更为广泛。即使移植后的肾脏失去功能，依然可以通过肾透析来维持生命。在我国，器官移植手术的平均费用为30至60万，即使度过危险的手术，术后恢复以及适应新器官依然面临重重困难。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发起对移植器官的攻击、破坏和清除的免疫学反应及排异反应，器官接受者需要终生服用抗排异的药物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通过移植器官，许多器官病变或衰竭的患者得以延续生命。在器官合适且排异反应得到控制的情况下，器官接受者可以存活10年以上，在身体恢复后可以进行正常的日常活动，但需要避免剧烈的体育运动和体力劳动，注意对身体健康的管理，延长移植器官的使用寿命。器官移植对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在过去，许多重病患者的器官一旦出现问题，又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，那么等待患者的只有死亡。器官捐献的实现和普及，让深陷绝望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，而捐献者的人生通过挽救他人的生命得到延续和升华。人类正因为这种互助精神得以长远地发展下去。